在美国乘坐火车旅行，欣赏海景风光会是什么样的体验？真的离海非常的近，就在这个悬崖的边缘上面。在加州的南部，有一条几乎贴着太平洋海岸行驶的火车线路 Pacific Surfliner， 人们也称它为太平洋冲浪者号。与以往我体验过的长途卧铺不同的是，这条线路不需要几天几夜的旅程，也不需要动辄几百美元的票价。它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之间的日常通勤列车，只需要36美元，3个小时就能让我们以不同的出行方式体验到一段轻松的海岸旅行。那么这一路的风光究竟如何，值不值得体验呢？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趟能感受南加州日常海岸风情的火车之旅吧。现在我在圣地亚哥的火车站，这是一座自1915年就开始运营的火车站，是为了接待当时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的游客而修建的。同我之前视频中提及的巴尔博亚公园风格一样，它也是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的建筑。车站内部还保留着有100年历史的原始橡木长椅，充满了复古的年代感。这座车站的名字叫 Santa Fe Depot， 也是城市公交轻轨和通勤城际铁路交汇的市中心活跃交通枢纽。对，就是这辆车啦。这列海岸火车从圣地亚哥出发，终点其实可以延伸至 San Luis Obispo， 与我之前海岸星光号的视频最美路段是重合的。继海岸星光号、加州和风号列车之后呢，这次我准备坐太平洋冲浪者号，从圣地亚哥去洛杉矶，看一下这趟海岸列车的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吧。而这辆太平洋冲浪者号仅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之间，每天就有10趟左右的往返车次，商务座位55美元。Morning. Coach. Okay, thank you. 我乘坐的是普通座位，36美元，早上7点的班次。看一下我的车票。Hello. 167, yeah. Go on upstairs. Okay. Put your suitcase in the luggage rack on the top of the stairs, right side. Sure. 也是有2层的，这有专门放行李的地方。这是厕所啊。早晨起来，这厕所还有香味儿了。OK， 这个是车厢了。上来就等了1分钟就开车了，天哪！我还在那磨磨唧唧的在那拍摄，7点01，超级准时。有小桌板吗？ Once again, the cafe is open and serving, located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train. 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圣地亚哥的火车站叫三塔费？它和新墨西哥州的三塔费城市有什么关联呢？三塔费其实是新墨西哥州一个城市的名字，那是一个西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站。但其实呢，这个圣地亚哥的火车站叫三塔费的原因，是因为修建的铁路公司的名字叫三塔费。那这个铁路公司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当时他们是要把铁路修建到三塔费这座城市，所以把他们自己的名字叫做三塔费。而这家铁路公司呢，最后把这个铁路修到了圣地亚哥，所以把名字就留在了圣地亚哥的火车站，所以圣地亚哥的火车站叫三塔费，还挺有意思呢。这辆太平洋冲浪者号大概是3个小时的车程，如果你选择一个下午的时间，也许能看到海上日落。而且你还要看好你选择的下午日落时候，会不会到了海边就黑天了。它这辆火车也有观光车厢，所以我准备去观光车厢看一下。现在在观光车厢就我一个人，这个观光车厢跟那个我之前坐的那2个火车的观光车厢是一样的。 Down there for the cafe if you want to go. Yes.
下面也有是可以喝咖啡的地方。这边是可以卖一些咖啡和零食的地方。这边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也可以拿到楼上吃饭。找个位置，准备看海岸风光吧。开始看见海了。哇，真的是离海非常的近，就在这个悬崖的上面。看着眼前被晨光慢慢点亮的海面，耳边的铁轨声是有节奏的回响，这反而让心慢慢的安静了下来。从几乎空荡的车厢就能看出，这列火车并不是人们往返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之间出行的首选，因为它没有开车的速度快，时间和路线也不够灵活，就像这条线路本身的历史一样。在19世纪末，三塔费铁路公司铺设这条沿海路线，是为了连接南加州的城市与港口，而非为了观光。后来随着汽车与高速公路的兴起，铁路客运一度衰落，直到1971年 Amtrak 接手运营，这条线路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2000年之后，它有了现在的名字——太平洋冲浪者号 （Pacific Softliner）。一条跑了近100年的铁路，终于找到了一种更轻松的方式，继续陪伴人们前行。我们总说人生是旷野，而不是固定统一的路径，而我觉得这条线路便是一段逃离既定线路的另一种轨迹。海岸线的风光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离海岸线真的是太近了，超级漂亮。看着近在咫尺的海岸，我很庆幸自己走了这样一条不同的轨迹。走高速公路当然更快，也可能就此错过了这条动人的海岸线。于是我想，人生大概也是这样，总有人看起来走得更快，站得更高，更早抵达某种社会规定的时钟。但或许我们不必因此焦虑，更不必急着追赶，因为路从来不止一条，而每一条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只要我们享受自己路上的风光，便是不虚此行。Once again, if you stay connected here, please watch the step of your exit, stay connected here.
海边这些房子真的是每天都是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结束了，就这些海岸风光就走了，可能整个3个小时的路程，只有靠近圣地亚哥的这一半是有海岸风光的。过了 Dana Point 之后就转内陆，所以其实一共就可能不到1个小时的海边风景。那如果你也想乘坐这列火车，具体要怎么做才能看到海岸风光呢？又需要了解哪些实用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打开这列火车的线路地图，研究一下。首先，太平洋冲浪者号全程是往返于加州南部的 San Luis Obispo 和 San Diego 之间，全程350英里。如果做完全程，大约需要8个半小时，因为列车平均时速只有38.9英里每小时。其中进入洛杉矶的路段基本都在内陆，没有海景，所以整条线路的海景主要在2端。北段从 San Luis Obispo 出发，经过 Santa Barbara 到 Ventura， 大约是不到2个半小时可以看到海景。具体景观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海岸星光号。南段则是从 San Diego 到 San Juan Capistrano， 大约有1个小时可以看到海景，也就是刚才视频中展示的这一段。这些靠海行驶的路段，有的铁轨距离海面甚至不到30米。所以当我们在 Amtrak 官网购票时，可以根据我们选择的区间，具体查看我们乘坐的车次经过海边路段的时间，是否能赶上日落，或者尽量避开天黑的时间到达海边。票价方面，全程是61美元，北段是54美元，南段是36美元。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一定到洛杉矶，比如你可以从华人较多的尔湾站上车，或者从迪士尼所在的 Anaheim 上车，这样票价更低，时间也更短。上了车之后的座位可以随便选，如果从南往北，可以坐列车行进方向的左侧座位看海景，从北往南则是列车行进方向的右侧座位看海景。但其实如果我们去先到先得的景观车厢，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值得推荐的海岸火车之旅，一定会丰富你的旅程体验，非常适合收藏进你的未来旅行清单。OK， 我现在到了洛杉矶的 Union Station 了。这辆车是7点01准时从圣地亚哥出发，预计的是9点57到，现在是9点50就到了，提前7分钟。OK， 我现在准备下车。洛杉矶的联合火车站，它是结合了巴士、地铁、城际火车、跨州火车所有公共交通的一个联合枢纽站，所以你在这里面转乘任何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要是住在 Union Station 附近市中心的话，没有车，其实你要是靠近这个 Union Station， 你的交通也会比较方便。如果你需要在这儿换乘其他的火车呢，你可以在这儿直接买一张车票，或者是在手机上买车票，直接去你火车的那个站台就可以了，不需要出站。换乘还是挺方便的。到最后，这段太平洋冲浪者号的火车之行呢，也是我这次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之旅的圆满收官。希望这个短暂的城市系列也能给你带来愉快的旅行体验。那下一期我会更新在旧金山硅谷和粉丝线下见面，一起去被称为湾区小瑞士之一的绿地公园徒步爬山，看会是怎样有趣的互动体验。那你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